这个月日本首相准备要换人了，不过目前声望很高的人选小泉进次郎却因为常常有些无厘头的发言，曾被记者当面质疑智能等级太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从小泉进次郎来聊聊日本首相选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年的9月将决定下一任日本首相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不过，就像我们去年这支影片提到的，因为去年底自民党陷入了非法现金的弊案，所以日本民众对于自民党的不信任感已经来到了高点。所以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呢，自民党能不能够选出一位拯救形象的新首相，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次选举有多达9位的候选人参选，是日本史上最多候选人的一次总裁选举。那在这一次当中呢，那个最年轻最帅但却常常被网友说是最笨的男人小泉进次郎，这次也来势汹汹的宣布了参选。但话说回来，自民党总裁跟日本首相的关系是什么？目前呼声很高，形象却有点微妙的小泉进次郎，真的适合当首相吗？如果他不适合，这次还有哪些潜在的竞争者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由于日本采取的是议会内阁制，所以他们实质上领导国家的首相，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并不会像台湾一样开放民众直选，而是直接由在国会当中占有多数席次的执政党的党魁来担任。那目前呢，在日本国会的2院当中，席次最多的政党都是自由民主党，所以这一次要选出新党魁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呢，也就成为了实质上决定下一次首相的选举。不过要参选总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呢，必须要获得20位国会议员的推荐，才能够成为总裁的候选人。而就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总裁选举的方式呢，并不是直接民选，而是有368张的这个国会议员票，再加上368张自民党的党员票，共计呢736票来进行。那如果得票数最高的候选人个人的总票数超过368，也就是单独过半，就可以直接当选。但如果没有过半呢，就会进入呢有票数的前2名的候选人单挑的决选投票。那因为今年呢有高达了9位候选人参战呢，在票数分散的情况之下，多数媒体都推测这次几乎一定会进入决选的投票。而在这一次的这个大混战当中呢，那个被称为是王子的帅气男人，目前也被不少人看好，也很有机会呢以43岁的年龄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日本首相。出身神奈川11选区的议员小泉进次郎来自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他的父亲呢就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当年呢曾经创下日本史上最高的 85% 的内阁支持率，人气之高还被称为是小泉旋风。而纯一郎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么高的人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长得还蛮帅的。事实上呢，他们一家人都有很高的颜值不仅长子这个孝太郎呢帅到能够当演员，弟弟进次郎呢也帅得不像政治人物。不过进次郎并没有跟哥哥一样进入演艺圈，而是选择了跟随父亲走向从政的道路。为了继承爸爸的衣钵大学毕业之后，小泉进次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的硕士，而回国之后呢，就开始担任爸爸的秘书，累积经验。2008年，小泉纯一郎宣布从政坛隐退之后，进次郎就继承了父亲的选区，隔年选举就顺利的当选了国会议员。目前为止的从政之路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当过自民党青年局的局长、自民党的副干事长。2019年呢，更是以环境大臣的身份首次入阁。当年他年仅38岁，是战后最年少的男性阁员。不过，担任环境大臣的时期呢，也是小泉进次郎逐渐民营化的开始。
担任大臣之后呢，小泉开始需要在更多的公开场合，甚至是国际会议上面发言，而这也让他奇妙的说话方式开始受到了瞩目。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就是2019年他参加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时，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像是气候变迁这么大的问题，就应该要又酷又有趣，而且还要得很性感。2021年呢，日本决定将温室气体的减量目标从26% 大幅的提升到46%。当时身为环境大臣的小泉在节目上面被问到为什么是这个数字时，他回答虽然还很模糊，但是他就这么浮现出来了，那就是46这个数字，让旁边的主播露出了相当疑惑的表情。在其他的场合呢，小泉进次郎也出现过多次呢让人满头问号的言论，像是从灾难发生之后，我就在想30年后的我应该会是几岁，或是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各种意义不明的发言呢，不仅被日本网友戏称为进次郎文体，也让呢进次郎被贴上了无脑帅哥的标签。今年小泉在记者会上面宣布自己要参选总裁的时候呢，有一名记者甚至还直接问说，如果你当上总理出席 G7 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智能等级太低而丢人现眼，使得智能等级这个词一度成为了 X 上面的热门关键字。不过就算是这个样子目前在数据上面呢，小泉进次郎还是很被看好。关于小泉是否有机会成为首相呢，可以从议员票还有党员票两方面来讨论。首先，在议员票的方面，根据调查，目前他在党内已经巩固了50张的国会议员票，是现阶段获得最多党内议员支持的候选人。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的支持前首相菅义伟的力挺可能是重要的关键。菅义伟这个名字呢，或者说这张照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之前是安倍晋三内阁的核心人物之一，还被称为是造王者。不过呢，虽然有造王者的公开支持这些参战的候选人还是太多了，所以要光靠这个议员票就拉开差距还是很难，所以党员票的状况就变得特别的重要。那这个部分呢，根据8月底产经新闻的调查，自民党支持者层的这个支持率呢，小泉进次郎以 29.4% 领先第二高的石破茂以及第3名的高市早苗。而到了9月中呢，虽然在整体的支持度，也就是包含党外人士的部分，石破茂的民调已经超越了小泉，但小泉呢还是维持最多自民党支持者的支持。所以小泉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党内有这么高的支持度呢？根据调查认为小泉最有资格成为首相的人当中，最常提到的理由是觉得他的人品值得信赖。资深记者钱正仁呢就指出，在这个2024的东京都知事选举当中，很多民众受不了候选人时完生二、攻击性十足的说话方式，有越来越多人觉得，虽然小泉进次郎常常不知所云但人却善良多了。尤其他在选举演说当中几乎不会攻击其他候选人，完全以正面的态度来演说。而这样子的形象呢，对于急着想要摆脱弊案臭名的自民党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人选。但也有人认为呢，小泉太过年轻，没有证明过自己的能力，把国家交给这样子的人是很大的赌注。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党内挺他的人呢，多半都是目前的当选派，有人就担心他就算当选了，可能也只是一个傀儡。日本政治恐怕还是换汤不换药。另外呢，在9月14日的候选人公开讨论会当中，候选人上川洋子问小泉说，2025年的加拿大 G7 你会向国际社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小泉回应我现在43岁，加拿大首相杜鲁道呢，当年就任时也是43岁，我会跟他一样敞开心胸，放眼外交，走出一条新的路。他的表现呢，也让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这样子的人根本不是任首相。那假如小泉不 OK 的话，刚刚提到另外2位候选人会是更好的选择吗？目前进次郎最大的对手就是这位重量级的政治家石破茂。今年67岁的石破茂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以及农林水产大臣，还历任政调会长及干事长等党内的要职。光论政治的资历应该可以说是这一次候选人当中最强之选。不过他同时也被认为是最被自民党讨厌的男人，因为他不仅曾经退党，还常常坚持己见，跟党内的意见唱反调，这也让他跟党内大佬麻生太郎结下梁子，成为了对头。这次呢，已经是他第5次挑战总裁的选举。根据调查呢，支持石破的这个选民呢，最重视政治与金钱的议题，希望他重整党内的财政纪律，认为石破的经验安定感让他最有资格当上首相。
而除了石破茂呢，另外一位候选人高市早苗也不容小觑。曾经隶属安倍派的这个高市早苗呢，担任过好几届的总务大臣，但他的政治立场呢，就算在偏右的这个自民党内部，也被认为是相对保守的。因为他不仅希望日本能够保有自己的军队，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反对夫妇不同姓，反对这个女系天皇的继位。那根据调查，支持高市的选民最重视宪法改正以及外交安全保障的议题，考量到自民党党员当中保守派高龄男性的比例较高，所以在党员票上面，他有可能会获得不错成绩。而如果高市当选呢，他也将成为日本第一位的女性首相。那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轴呢，有蛮多篇幅都聚焦在小泉进次郎，不过实际上呢，这次9人大混战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选情还是相当的激烈，每位候选人呢各有特色以及优势，所以最后到底会花落谁家，还是呢要等到最后才能够揭晓。不过，我们这次研究的过程当中，觉得最有趣或者说是最矛盾的地方是，根据7月底的调查，目前日本民众呢希望看到这个政党轮替的比例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了希望维持既有政权的比例。因为去年底爆发的弊案，让很多人对于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持续的高涨，所以比起能力呢，越来越多人在意政治人物的人品或者是形象，而这也正是很多的小泉支持者非常强调的事情。但就像刚刚说的，其实小泉本人也是正2代，上任之后能不能够摆脱旧束缚，也让人感到了疑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过去常常跟自民党唱反调的这个石破茂，或许反而是更有潜力的人选。不过，我们对于日本政治的了解非常的浅薄，所以这样子的观点可能也不是很准确。所以，如果有非常了解日本政治的观众，也非常欢迎呢你多多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好的，那今天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是日本国民，你会比较希望谁来当选呢？小泉进次郎吧，形象清新的帅哥，或许能够把日本带往不一样的路。B 石破茂在还无法实现政党轮替的现在，先选一个不那么自民党的人。C 高市早苗在区域安全风险高涨的今天，国防外交应该要是首要的任务。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小泉进次郎。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自民党黑金丑闻，以及日本可能会有女天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哈密 Video 电视馆10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